雅集，不过就是聚在一起讨论无意义的东西，浪费彼此时间罢了，无趣。不过你若坚持，我便陪你去。欢迎 KK 以及阿笨今天来到我们的雅集现场，欢迎阿笨，好久不见，KK 第一次见，大家好，大家好。来，两位和期待已久的大家打个招呼吧。不敬先逝。大家好，我是韦骁配音的配音演员 Kinsen 啊，也就是刚刚素素说的 KK 啦 ，KK。对。希望今日也有好景气。大家好，我是第二次来了，应该都不陌生了吧？我是为钟离，超陌生的我是为钟离配音的彭博啊，因为小时候起了一个叫笨笨玩的网名，所以现在被他们都叫做阿笨。阿笨好啊，阿笨多可爱啊！就是啊，像天使一样的可爱，您的形象。补充一下 ，KK 呢，同时也是重云的配音演员哦。对，大家好啊，重云小方士啊，也是我。那么我和龙哥也继续来一个自我介绍吧。行。临时的工作吗？啊，不用和我具体说，将你的要求写下来，放在这边就好。大家好，我是为甘雨还有秦配音的林素素。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大家好，我是为男旅行者空配音的录音。啊，顺便补充一下，龙哥呢也是这个男子汉杰克的配音演员啊。男子汉杰克，那是我表弟配的。是的，分裂啊。还有一个什么角色啊，龙哥？伞兵。好厉害的呢。那么 KK 好不容易远道而来参加一次我们的雅集，我就替各位粉丝问几个问题，好吧？好。来吧，很有精神，来吧。其实呢，也是一种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啊。KK 在为萧和重云配音的时候，都是怎么去把握或者说做出区分的呢？对角色的演绎有什么思考和理解吗？啊，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都很期待了，就是一直也有粉丝在问我啊，KK 什么时候KK 什么时候去茶会呀？什么时候就催了很多遍了，然后终于来了，大家等待已久，对，来了。然后这一次也是这个问题的话呢，第一个角色其实是萧嘛，然后后续是试中了重云的。原来是这个顺序。对。然后第一次是萧的时候呢，就是声线上其实已经挺年轻的了，然后后来来了一个重云，我说两个少年，我说啊这，我当时就特别的不知所措啊。然后录萧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录萧我会习惯性的越录越沉，越录越低。直到有一天萧的爸爸来了，对，录成了萧的爸爸，然后就是岳父了，然后就被我说这样不行，我们要反攻。对，然后录重云又就反过来的，就越录越小，越录越年轻，就时不时没拎住，有儿子了对吧？就特别小，对。我自己理解的话，其实像萧的话，就是因为给出的这个设定就是他是仙人嘛，所以当时就想着是一定要清冷一些，然后再加上设定和故事里面都写了他基本上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然后就有一种疏离感，对谁都非常冷的啊，然后非常的沉，但是呢又不是所谓的大家所谓的那种三无啊，就是纯面瘫的那种，他其实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情绪的，所以对他基本上还是可以算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一点，对，只是把热的那面藏得非常的深，对，基本上大家是看不出来的。然后说重云的话，其实重云跟萧还挺像的，因为重云也是外冷内热的感觉，对，也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一个小可爱。当时在试的时候，我还在想，我就是第二次试音嘛，我说完了，这都是少年，我就努力的往应该不要我了，我就努力的往小了录，你知道吗？就被阿笨说不行，你这个太小了，幼儿园来的。对，我就说我就往回收了一下。我是觉得他其实内心是有那种热血的部分的，但是呢，又因为不想要去把这个体质给激发，所以他会不停的处小心，对，不停的克制自己。其实他是非常想要，可能就是在情绪上也好啊，他是想要比较有活力的。但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看起来他
因为他毕竟因为这个事情惹过很多事嘛，对吧？对，大家不小心就气血上涌，然后就变了一个人似的。饭桌上舞大刀，哦不对，我想看他变个人了。所以说，他是不是平时连热水都不能、温水都不能喝一口？对啊，他都是喝冷水。他吃那个热干面也是要把它呼吹冷才吃。啊，这就是冷干面了呢，什么鬼啊？亏你还是个武汉人呢。啊，那不行，那不能吃。我就是对这么去演绎的，大概是这样。从导演的角度来看呢，像他这样的演员对角色有思考、有自己的理解，确实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感谢。好正式哦。但是毕竟配音演员的工作嘛，就是在棚里面把角色给演出来嘛。没错，牛啊！牛啊！我相信很多人呢，在海灯节的时候就期待 KK 来做客了。那么我们就赶紧进入到正片环节喽。好，冲！本节目是由原神赞助。由我林素组织。本节目是由原神赞助，由我林素主持，和原神角色的配音演员们一起探索提瓦特大陆的乐趣，以及和各位旅行者交流聊天的自由广播节目。好耶！吧唧。今天呢，我们特别为2位嘉宾定制了环节，分别是如果是阎王帝君的话，以及原来如此。面具之下的萧，前一个的名字呢，可真是有点随便的哈。加一，这不是如果是阎王帝君的话，哇，太随便了。到底谁取的名字？啊，我可不是随便的人哈。哎，又来了吗？啊，我之前看这个节目啊，大家都有一起说的那个。来了，好，准备啊，大家准备好茶和快乐水，我们一起来一场梨叶雅集。如果是阎王帝君的话，建造并治理了璃月的神，在这1000年的过程中，难免会需要建立各种不同领域的契约、铁律，才能保证璃月的秩序。璃月的人们在遇到困难时，也会不自觉地考虑，如果是阎王帝君的话。新环节，新环节，钟离主场，钟离的主场牛啊！我们都知道，钟离先生呢，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讲究的一个人。讲究，对，没错，不无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嘛。可真装起来了。我觉得钟离说的很对啊，俺也一样。这。所以，就像刚才说的一样，璃月港的人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去思考。如果是阎王帝君的话，他会怎么做呢？或者说，如果我是阎王帝君的话，可以怎么做呢？这个环节呢，就是征集大家的困难呀、麻烦呀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啊，然后呢，请阎王帝君来为你订立契约，解决问题，保证璃月的秩序。考验你们对帝君的拥护程度的时候到了，对吧？好哎，相信一定有很多啊。但是因为这是第1期，也没有办法和大家征集投稿，所以呢，我们让项目组的 staff 们来给我们投了一些稿，又便宜他们了，又是飞行员那批 staff 吗？希望他们是个好人。那么我们现在赶紧来看第1份投稿啊，来自一般璃月民众。天抠，你就是璃月七星之8。璃月七星有8位，这是常识是吧？对。最近的年轻人越来越热衷于线上支付，传统摩拉的生存空间被压榨得越来越小，这应该也是帝君不愿意看到的吧？如果是帝君的话，为了加强传统摩拉的吸引力，会继续发行摩拉吗？还是直接更换一种货币形式呢？作为岩神，岩石、矿物、金银都是我的代表与骄傲。我会选择继续发行摩拉，不过会考虑发行一些特殊的摩拉。特殊的摩拉？哎，这题我会，可以在摩拉上面刻印阎王帝君的形象。这一种史莱姆。这我直接就舍不得用了，好吧？不过我同意，这价值大大提升了呀。不是不行啊，不过那不得刻个那个龙的形状吧？啊，好，哎呀，只要是帝君，什么都可以啊！相信大家也都是，大家都要啊！哎，我有一个想法，为了进一步巩固大家的爱戴，我认为应该开发出来
更多摩拉的面值啊，然后不同面值的摩拉上面就刻印不同的形象，然后到大面值的时候就会进化成人形的钟离。妙啊！这是怪物图鉴嘛？我觉得啊，还可以在那个摩拉的那个形状啊、式样上做点改动嘛。比如说在摩拉上装点什么好看的宝石啊，不矿物吧？宝石有点太离谱了，我觉得。那摩拉这个太贵了，这太好看了。而且好像还可以出一些节日限定款的摩拉呀。就比如说什么海灯节可以出那个枭灯形状的，然后风花节出爱心形状的。对，好家伙，这样摩拉不仅仅能用来购物，用途直接加倍了呀！那造币厂要忙死了。璃月没有风花节。我的意思是，摩拉是全大陆流通的相近的那种。对，可以让他们那个造币厂定制那个，对吧？我已经限定摩拉，我已经忍不住想要掏出手机开始刷。可是摩拉不是帝君造的吗？倒也是。那看来阎王帝君这个位子的确是该交出去了呢。好了，不至于这么懒的吧？总之就是帝君刚才的回答是他会继续发行摩拉的啊，所以改良版这个天抠的问题呢就这么完美的解决啦。好耶！虽然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解决了什么。还有一封呢，就请作为嘉宾的 KK 来念一下吧。好嘞，来自一般璃月民众陈秋实践录小作者。我原本以为侠义之道本应为行侠仗义，善恶分明，一生正气，但现在我发现，所谓侠义，广义上来讲，也就是做好事，做好人。只要能帮助他人，收获幸福，也算是侠。也正因此，我发现这并不仅仅需要武艺和热情，甚至还需要唱歌。其实就是上次给我的一个朋友庆生时，为他献上了饱含祝福的小曲，结果激起了朋友的纯阳体质，以至于后来每次听我唱歌都会激荡的流鼻血。那我继续。或许如果是帝君的话，不只是身手高超，唱歌这种小事也略通一二吧。若能赐教，愿签订让飞云商会加大供奉力度的契约。在现场啊，我证明是真的。好，如果是阎王帝君的话，唱歌这种小事应该也略通一二吧。嗨，这有什么好难的？我们帝这个君什么不会呀？以普遍理性而论呢，应该比你上次把片片花唱的暴走要好一点吧。这不表现一首给大家我爽爽？不过期待。不过我觉得这位投稿的璃月民众或许是真的不太适合唱歌。对，而且也不太适合写字呢。什么他的字？不是，其实那个上次我生日的时候，我听这个阿笨唱过，不是朗诵过，挺可爱的呀。来一首，来一首，快，阿笨，快来一首，来一首。行了，不要叫，你们也不看看自己嗓门多大，来就来呢。来呀，哇酷，唱哪个呢？要来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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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次的 staff 的稿件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忙得不行，就没有更多的投稿了。加油啊 ，staff！请大家集思广益，给我们多投稿几份契约吧。我相信网友们的奇思妙想绝对不会输给那些 staff 的，对不对？是的，请加大力度，别让我感到无聊。原来如此。面具之下的枭，我并非人类，不太能够理解人类的感情。嘿，其实呢，这个环节在我们第1期的时候就出现过啦。爷青回。那我们再介绍一下规则，因为这个环节和第1期的时候有一点不一样。好家伙，还突破开新天赋了。因为枭在嘛，所以那么这个背景环节介绍嘛，就交给 KK 来吧。好的，我来看一下。枭在长久的猎杀之后，已经习惯于自己坚持了数千年的行事方式，对于世间的新事物也不愿意去了解。从某个方面来说，是这个新时代的
不食人间烟火者。哎，这一点呢，我就要说了，钟离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什么微服私访啊，对吧？对，那不是微服私访，那算是微服私巡啊。还是他别说常识了啊，他讲究都一大堆，何止是常识？对，这个尘世闲游和微服私巡，我觉得还是有点区别的哈。何止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闲游怎么就听起来挺就是很舒服的样子？闲呐。对。那么这个环节的规则就是，我会给出一些关于萧不食人间烟火的线索，由你们来猜。哎，对，等一下，你们现场一个萧的配音演员，2个导演，怎么看我都什么都不知道吧？我是裁判，我不参与。你可以弃权的。你输了也不丢人啊，原谅你。嘿，好，那么既然都拿出来那个出题做环节了，不一定是他们会知道的东西。我跟你讲，好的，我这个题目可猥琐了。这怎么能猥琐呢？那我这，而且这次没有惩罚，反而呢会选得分最低的和最高的那2个人一起来参加我们下一个环节的游戏。那其实这也不算是惩罚啊。对啊，玩游戏，我们的游戏可好玩了，我跟你们讲。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题，试试看啊。来吧，试试就试试，来。第一题我们先来简单一点的热身，这个我觉得答不出来你们就卸载了吧。卸载什么？卸载什么？注销账号是吗？对，萧是降魔大圣的本名吗？冰崩。不是，我自带音效。你怎么？你怎么冰崩完不回答的呀？音效，所以我的冰崩就是一个信号嘛，就是我抢答了，就是该我答。之前有这规定吗？有冰崩这个规定吗？如果不是因为你们刚才谁嘴动的话，我都分不出来刚才是谁在回答呢。这是我。那么这题到底算谁的？好，你吧。那就我吧。你什么？你路远，你先来。好，那我就不是。这个好的，肯定不是的。这个萧是，对，萧是帝君赐给他的新的名字。凭实力。对，凭实力。那当然了。确实，萧不是本名，而是摩拉克斯赐予他的名字。至于萧的本名是什么嘛，就需要我们和萧打好关系，等他自己来告诉我们了喽。哎，等等，这个好像我也不知道啊。阿雷。这么丢人的事情就不要说了。那么我们开始第2题啊。好，这题开始呢就会和我们的主题不食人间烟火有关了，并且题面呢也会和之前有所不同。我会模仿萧的语气，我怀疑 staff 是在为难我。说一句台词，你们来猜猜这句台词表现了萧在什么方面不食人间烟火，也就是说他是在哪个方面呢缺乏生活常识。好耶，可以听速速版的萧了。难道这是选择题吗？听对话选择。你应该是根据材料写作文吧？也没有选项给你选。对，没有选项可以选的。好，这些足够了。我不太理解人类口中的美。美这不食人间烟火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还有足够了。有感想就直接说吧。好，没有感想可以选择就是说我认输。这是在看萧灯吗？海灯节。我觉得那跟生活常识有什么关系？生活常识，我觉得萧应该是，要么是吃饭。你看他不太理解人类口中的美。对啊，而且是足够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不是萧其实他对于，因为美嘛，因为我觉得美应该是跟外表和打扮有关系的嘛。那这个足够了，难道是旅行者还是谁要给他买衣服打扮一下他吗？然后他觉得穿这些就够了。不行，然后对，我想起来了，我不太理解大家。他觉得他的麒麟臂特别帅。是。好了，那么这题现在是，你说是什么萧灯吃的东西，还有麒麟臂，对吧？然后那个，KK 说是旅行者给他买衣服，可能是对于衣服的一些说法，打扮啊，对，打扮外在的一些。好，这题又是 KK 答对了呢。真的假的？对 ，Oh my god！
就有点浮夸。对，这个是萧对衣物穿着的看法啊，真的啊，因为他一年四季都穿得很单薄，为了露出他的麒麟臂。他其实是不是啊？其实他是不太理解人类去为了时尚啊、美丽而换装的这个行为的。可是他现在他已经够时尚了呀。他就是时尚最时尚。好，时尚小达人。那么 KK 已经2分了，你们2个人现在都是0分呢。加油！加油！啊，这。那么加油！对，第3题，请听题。望舒客栈，杏仁豆腐不错。客房与荻花洲的树荫无异。杏仁豆腐？难道在杏仁豆腐客栈居然背地里条件这么差啊？不是。你的点很奇怪，好不好？不过你想想也是啊，你不记得有日常任务就是要我们去修那个。而且说起来，你们有见过这个客栈的客房是什么样子吗？没有，也进不去啊。没有的。对，真的是楼板倒是很熟。对，所以他到底是在哪方面尝试有所缺失呢？乒乓，我这一题我抢答。我觉得这样是说到客房，应该是和住宿有关吧？就感觉他可能是不太挑，就是住宿或者睡觉环境那方面。就站着睡觉吗？啊，不过这边说萧的语音里面好像就是有一条。好，那这题龙哥抢答了。好，那我就宣布答案了。你们俩也没啥，有没有别的答案？也没有想到。有吗？有的话还可以再说一个。要么就说吃的，要么就说吃的。你怎么只知道吃的？刚才那一题你也是说吃的啊！我就看那个杏仁豆腐就对。好，人家都说了杏仁豆腐不错，客房跟树荫无异了，那显然是说的是对住宿的要求呀，很低。所以龙哥答对了，他只要能够遮阳避雨，其他什么条件都多余，对他来说不重要。对，所以他对人类的住宿环境其实是不太理解的，就是不是望舒客栈不好，望舒客栈很棒，拥有萧，省钱。好，那么现在那个阿笨0分啊，那个 KK 是2分，龙哥1分。你真的是导演吗？来到最后一题啊，他在上周呢。来到最后一题，原来如此。但其实好像这个也不会写在导演的是的呢本子上吧？对。好，我们接下来啊，最后一题，就是迟了1/4个时辰，你还是甩不开那些人类的陋习。这句话在哪里听过？在甘宇的个人线里面。对。这个我记忆非常的深刻呢。那就是迟到半小时啊。对啊，迟到感受到了恶意。好，来回答一下，这个它又是指哪方面的常识？缺乏常识。这就是尊重时间。哎，这也不算是不食人间烟火。这算缺乏常识。我觉得这题很难，很容易答错啊。你还是甩不开那些陋习。那不就是迟到吗？迟到。你们不能完全从这个角度，还是要从萧这个人本身，不对，萧这个仙人他本身的一些特点来考虑。啊，这题有点难哎。1/4个时辰？难道是1/4个时辰？这个说法吗？很久。会不会真的就是这个说法？就是不对呀。可是，所以你们都是要答时辰吗？想。他是怎么计时的呢？他自己心里数的吗？还是在说时辰。是很可疑啊，是很可疑。坏习惯吗？这题真的很难。我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是拿着答案，我也想不到这儿。对，因为我认为出题的人他可能脑回路不太正常，比较清奇。看一眼 staff， 这段剪掉啊。我认输。你们呢？我也认输，我不知道呀。你呢？尊重时间也好，陋习也好，感觉都不太像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这里哪里体现？你们要注意的是它没有常识的地方，而不是人类的陋习哦。对。好了，时间到。好，认输。好，认输。好，我跟你们讲一下啊，这个确实是比较那个什么的。萧呢，这是指他对交通的概念，因为萧是护法夜叉，夜叉是以迅捷闻名的。
萧这个角色即使是在空中，也可以自由高速的移动。靠所以我刚才说让你们从萧的特点去想，而且呢，这谁想得到？所以他对于马车啊、船啊什么的这种交通工具都没有概念的。他觉得半个时辰就能飞到的地方，为什么人类还要用上大半天呢？这我会飞啊，也会飞，这还挺不食人间烟火的呢。那如果我认真的和他解释，不是我太慢了，而是他太快了，他会不会食人间烟火一点？他走路都是走直线的，他不会承认自己太快的，好吧？无聊，或许他会无能说无用。哎，好了，够了，够了。闭住眼。这大家都听出茧了。这个感觉就是我知道了，但下次还催。他催我，说明心里有我。好，我们现在来计分了，计分。啊挑出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我记住了，阿笨是始终的0分，对，然后那个对，我真的是从一而终呢。然后是龙哥是1分，而胜利者就是 KK 是2分。所以呢，我们取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就是阿笨跟 KK 将来到我们的下一个游戏环节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轻轻松松的提瓦特之旅。那么这个环节的规则呢，就是得分最高的人，也就是 KK， 需要在望舒客栈下方不停地放气球、放飞气球、放气球。对，而得分最低的人，也就是阿笨，需要操作着萧从望舒客栈飞下来，利用风轮2力戳破尽可能多的气球。哦，哎呦，这听起来没练过呢，很难。难道说？就是我要尽可能让他不戳到，然后我就得看着位置放。那就看你心肠，那就看你的心肠坏不坏了，对吧？哦然后还好，真的这个游戏还好我是主持人，不然我就主动弃权吧。要么我放气球还可以。感觉萧可以在空中使用元素战技的话，好像确实没那么难的样子。在空中没法跳的呀。哦，对啊。哦，那直接就是掉下啊。对啊，而且气球是有存在时间限制的，一段时间不去戳它的话，就会自己破掉哦。我规则还没有说完，这个游戏呢可以重启3次，因为对于戳气球的人来说这个比较难嘛。所以给他3次机会，对吧？最后，如果说阿笨没有办法击破3只气球，就是阿笨输；如果阿笨击破了3只气球呢，就是 KK 输这输的人会有什么样子的惩罚呢？惩罚呢？再戳3只气球。你想就是不是给我们表演一下那个吧？那个是哪个？就是对，我们听不懂，听不懂呢，听不懂呢。讲出来。我们继续戳气球吧。那我们赶紧玩游戏吧。哎，你们这些重新讲。我们不能让这件事情变得那么简单。好，开始了，我要放了。龙哥，等一下啊。我看看球在哪儿啊？龙哥，我跟你讲，我觉得有一点悬。你想让阿笨输，还是想让阿笨赢？输，对吧？那快帮我！你看到这个是什么吗？别知道应该做什么吗？等，快去帮 KK！ 等，这什么鬼啊？你看他落地了，第一次机会没有了，第一次机会没有了。哎呀，再来一遍。哎，这真的不是3只小猪吗？这是气球高塔啊，3个气球，还有塔。阿笨好可怜，第2次了，他一个人在打3个，就很奇怪，为什么他鼠标突然间会不受控制呀？不知道为什么呀？哎呀，好奇怪呢，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这只鼠标，再来继续放。我也。哎呀，阿笨可能要掉下去了，我觉得。这黄的是不是分还高啊？几个意思啊？错过了。斯坦福，你们配的键鼠是不是有问题啊？是啊。为什么这个鼠标每一次都会自己不受控制动掉呢？哇，这什么鬼呀？好。哎，你们好坏啊，看不下去了。那你那下一轮我们不帮你了。不，别这样，我错了，我怂了。阿笨加油哦！你们看天都亮。你看这跟绿茶起来都不想帮了。等一下，气球是从这上来的吗？你看小地图上不知道。天一亮我不认识了。你看小地图上的2P，我们不知道2P 的哦。哎，不行，你到底有没有玩过原神啊？
刚刚那个不算吧？应该不算吧？刚刚那个是自己炸掉的吧，自己炸炸掉的，不算不算。哎，这也是炸掉的。哦，他到这个位置会自己炸的吧？对对对。我们什么都没有干，我们什么都没干。太好了！一个。好，这次我们好像这次真的什么都没干啊！我也没有干啊，我什么都没有干啊。是刚才谁拿腿在顶我啊？我什么都没有干啊！哎呀，坐在你旁边的那只能是 KK 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了，他放气球太容易了，对吧？你也厉害，一个手就能放，一边放气球一边顶我啊！我承认第一盘是我搞的鬼，是吧？我帮龙哥承认第二盘是他。哎，这游戏太简单了，你看我要听佛导念了，开心耶！这个其实那个气球可以连成一个直线。我们要帮他正一下。你还想他的操作还是一次下楼攻击全部搞定啊！绝了！好，开心。哎呀，为什么受伤的总是阿笨呢？刚才0分，现在输的又是他。那么，念起来，期待。可以给我来一个那个吗？啊，就是那个异世相遇，尽享美味。啊，好。请问您天动万象。请问您带钱了吗？不要钱呐！不要钱，直接就帮了，也是一样。这天动万象就是付的钱，可怕。时间又不知不觉的过去了，那么又到了交观后感的环节啦。我觉得这一期和以前不太一样的就是这期的环节和嘉宾的联系都很强，就像菲希尔那一期的断罪一样，就感觉能够认识到嘉宾角色的很多设定的这种消息，我还挺喜欢的。我觉得这一次之后，感觉萧在我心中更可爱了一些呢。难道不是他一直都更不食人间烟火了一些？可爱，好吧？对啊，只不过对，就是外表上看起来比较冷而已，但其实是很可爱的。内心是小可爱的。是的。不行，我不太能接受。怎么可以？我觉得，他就必须得帅。奇怪的契约又增加了呢。那么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由于想要给2位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嘉宾专属环节留时间，所以关于投稿呢，我们都会汇合到新的一期去一起回应。谢谢大家。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对我们说的话，或者说对某个环节有好的点子呢，都欢迎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呢已经显示在屏幕下方啦。那么我们今天的谢幕也要和开场保持一样的璃月那种优雅的风格。好的，我不会再出糗了。好的，来吧。那么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下期再见。观众朋友们，下期再见。感觉从少儿频道歪成新闻联播了。开始了，这就开始了。跟他们说了吗？球在哪？球，等球。好了，可可已经把第一个球放出来了。好，看看你能不能够刺中它呢？你直接跳下去啊！等一下，球在哪儿？我要看看。你跳下去，你才能看得到，被遮住了。这。左边。哎，不带这么直观的。看到。是这个是球。你至少得让我知道球是什么样子。你看，已经没了。你看。没刺到，浪费了一个，没刺到啊，开心。就是我再放远一点，他为什么会消失那么快呢？完了，风轮两粒，不用。这是3个啦，这就3个了，这么简单的吗？这么简单的吗？嗨，这小猪，对。那我们刚才那盘不算好吗？我们要听他的那个。再来一遍，我们再录一遍。对，我们给他。那个，可以给我来一套那个套餐吗？
就是一时相遇，尽享美味，不尽先失。好，不对，我应该加个紧腰挪舞。拿完就把垫子给你烧了。对，棒一个。